前段时间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看到一条帖子，单人玩双人成型，做一个这么复杂的打印套件，就为了一个人玩双人游戏，这也太闲了吧！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一个单手无伤玩《艾尔登法环》的视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那种方向盘过最终 BOSS 那种整活视频啊，了解之后才知道，鸭哥是一位独臂的游戏玩家，他用一种特殊的操作方式，能流畅的游玩基本所有动作游戏。要知道，像《艾尔登法环》《只狼》这种游戏，也就是无伤了，正常通关其实都是很有难度的。战斗一开始直接冲过去对谢野狼进行猛攻，出为手不要慌，直接给他打断，直接架开，谢野狼出段我就直接跑开，等他攻击完再过去，继续攻击他。从现在开始砍2刀就要准备架他的招，跳击架开必出破防直刺，直接架开就行了。光看这个游戏画面，感觉很多大佬也能打得出来，对吧？但鸭哥打的时候是这样操作的。而他架开跳击后立马后撤，谢野狼现在会在跳击之后高概率接破防横扫，也会经常直接使用破防直刺，架高继续2刀一架，架开跳击立刻后撤，再继续2刀一架的战术，不停累积他的噬风槽，过去给他最后一刀，直接忍杀带走。所以鸭哥的无伤视频的评论都是这样的画风。然而，就是有这么一部分游戏玩家，他们甚至基本没办法在正常的渠道买到或者是搜到针对单手特殊设计的手柄，玩家就只能针对自己的障碍情况，自己想办法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操作方式。那有没有什么大佬自制的辅助工具呢？开头的那个手柄套件是一位油管大佬专门为有单手操作需求的玩家设计的3D 打印套件。他在视频里也说啊，如果真的能帮助到你的话，模型都有提供下载的，可以自行打印呢，或者是购买博主亲手打印的成品。因为物流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用上这位大佬的成品套件，所以只能下载模型自己去打印。终于在1个月后，我把成品做出来了。为了能给大家展现最真实的使用感受，并且我也想亲眼看一看鸭哥他是怎么做到单手使用手柄的，我决定闪现武汉。Hello， 鸭哥你好呀！你好，你好，你好，这边就是我的房间啊。哦，平常直播和那个打游戏的地方。这是14呢。啊！哎，14要越狱，哎，越狱了！改它好重哦。来，游戏里面应该是本身这样。哎，BB哭了，咔嚓，他还要这样子蹲。哎，好了好了，然后就把它这样挂回去。屁股的，它会有那种亮闪的效果。然后是这个，看这个签名是谁啊？5仁月饼，这是国行的最终版啊，特地找他签。对，这个收藏价值可大了。对，但是光碟我不知道放哪去了。光碟不知道去哪了？应该在某一个盒子里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套件，它为了实现这个单手操作呢，右边的按键和尖键分别都是用零件延伸过来的。就比如说我现在要按叉，你看它这一个轴在这儿。同样呢，我按这一个，哎，它就可以拔出武器；按方块也可以把它收起来。尖键跑步，我们原先是按住这个键嘛，所以说我们现在只要按住这里，然后再去推这个摇杆的话，哎，它就是一个跑步的状态了。但这个套件有个问题呢，就是复杂的组合键它摁不出来。就比如说我这个盾斧，它有一个三角加圈的动作，这我要怎么摁呢？我就得这样按。而右摇杆呢是通过这几个零件延伸到底部的，所以说我们把它抵在桌子上面去推动手柄的时候，就可以实现右摇杆的功能。这几个橡皮筋呢，就是负责扯这个底部零件的，用来辅助这个摇杆回中。但是靠这个橡皮筋来回中实在是太简单粗暴了，所以说就会有一些问题。这一转就一个艺术线，容易拉过头，它这个。由于橡皮筋的弹力并不均匀，导致右摇杆产生了漂移现象，稍微推大一点，视角就疯狂乱飞，很难做到精准操作。最后我们只好放弃操作右摇杆，靠陀螺仪来实现视角的调整。这个师傅多了。这样转视角就可以比较符合直觉一点。啊，当时举着有点累啊。怎么样，鸭哥？先简单评价一下今天这个套件。套件的话，它毕竟是3D 打印出来的，很多地方它那个零件之间的磨合程度都挺有问题的。我用牙签穿的，牙签跟铁线。
从出意外的话，其实每一个世代的新手柄我都得重新适应。你像最早 PS2 的手柄，一般的话我可能几个月我就可以适应，但是马上你更新迭代，它手柄的细节就会变。你像甚至 Xbox 手柄和 PS 系的手柄，它那个摇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木具。像任天堂的它又跟 Xbox 又不一样了，你就得全部去适应，重新去练习。就目前的话，我玩了10几年了，等于说一直都在练习和学习。有啊，我比如说用键鼠买那种侧键特别多的鼠标，用残肢按那个键盘上面的上下左右，也有买过一些外设像脚踏板，但是很多游戏还是没办法做到快速的反应，毕竟键程摆在那。因为我之前也有看那个 Xbox， 它也有一个就是像电磁炉一样的那个无障碍控制器嘛，那个其实我很早之前就买了，然后我也试用过，但是怎么说呢，它是给身体残障程度更高的玩家去用的，比如说瘫痪啊，就是高位截瘫这种，就是我用的话还是同样的问题，键程太远了，快速的反应操作做不过来，我还是以普通的手柄那个短键程更适合我。对我来说比较理想的就是那种穿戴式的，会捕捉你肌肉电信号的，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类似肌电信号的操控器嘛，像以前出的那个手环，那个我也有尝试过。你像我被截肢了之后，我虽然手不在，但我肌肉信号还在。如果它能捕捉我的肌肉信号，在游戏里面直接比如说挥砍啊、射击啊，它都能捕捉到，这是最理想的，就不会局限你有没有双手或者说哪里有问题。街坊的艾利克斯我觉得挺好玩的，但是它有个遗憾的问题，它不支持单手操作，就玩不了。希望吧，有大厂能出来带个头搞一下这种东西。在深度体验过这套3D 打印套件后，我和牙哥真的非常佩服设计师的脑洞，简简单单几个零件就能把一个正常的手柄改造成单手就能轻易上手的状态。但对于这次体验的结果，说实话，我其实有点失落的。从认识牙哥开始，我们就经常一起约着打游戏，彼此之间已经非常熟了。而看到这个单手套件的时候，我是真的希望能够给牙哥带来一些帮助，但实际体验的结果却与我的想象相差甚远。在采访的最后，我问牙哥，如果回到他还没开始练习单手操作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不太完美的解决方案的话，他会不会愿意去尝试？让我很意外的是，牙哥毫不犹豫地说会，因为他太清楚自己为了练习到现在的水准付出了多少努力。在练习初期，手指去够远的按键经常会抽筋，由于没有右手手掌，为了固定手柄，需要用另一边的手腕用力顶着，时间一长，接触的地方就肿得厉害。而且一旦手柄更新换代，键位布局发生改变，就又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重新去适应。而除了鸭哥，还有很多类似的游戏博主，因为对游戏的热爱，让他们不愿就那么放弃，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弥补着身体的缺陷，花数倍的时间和努力去磨练技法。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残障玩家被带动起来。据鸭哥所说，有好几个跟他一样只有一只手的玩家，就是看到他的一期单手操作的教程视频受到启发，买了个手柄开始练习，其中还有人也成为了 UP 主。而这也正是我和鸭哥做这些视频的初心，我们希望能借助自己微小的力量，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还有这么一群特殊的玩家，跟我们一样热爱着游戏，而我们平时用于消遣的游戏，可能就是曾经带领他们中很多人走出黑暗的钥匙。如今市面上我们所能接触到的键鼠、手柄，甚至是 VR 游戏的控制器，可以说都是专门为双手操作而设计的。即使这些特殊玩家再怎么根据自己的障碍情况去调整练习，凭借个人的能力研究出来的方案始终是有其局限的。就算像鸭哥这样已经非常顶尖的硬核玩家，面对一些需要复杂组合键位的游戏，或者是类似半衰期这样子的 VR 游戏，依旧没有办法获得完整的游戏体验。好在如今越来越多的游戏以及外设厂商开始这方面的尝试。游戏方面，国外有像是战神、最后生还者都做出了高对比模式、语音字幕、自动视角导航等辅助系统，来满足存在不同障碍的玩家。国内有腾讯推出的剑、长空暗影这样具有社会意义和探索性的特殊游戏。硬件方面有 Xbox 推出的无障碍控制器，甚至还有 VR 硬件，也可以直接捕捉肌肉信号。此外，我还在网上搜到许多非常有创意的设计，比如这种把所有按键都放在正面的迷你手柄，还有类似一个鸡蛋形状，所有操作都可以用一只手完成的特殊手柄。类似这样的设计真的非常多，但遗憾的是，或许因为社会关注度不够，很多设计都没有成熟的产品落地。当然，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厂商也得赚钱，为了小众需求去设计一个产品，肯定是不符合商业逻辑的。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还可能要设备能针对个人需求做定制，甚至是左手还是右手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然而，我们依旧相信，
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只能用钱来衡量。随着这么一帮特殊的玩家群体越来越受重视，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个人以及厂商加入进来去做这件有意义的事情。如果屏幕前的你，或者是你背后的公司有这样的想法，也非常欢迎过来私信交流。尽管我的能力有限，但我也希望能够借助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你们的每一个点赞3连，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视频哦。那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